亲爱的有缘人，佛菩萨给予了我们宝贵的启示。他们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咒语虽然简短，但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。这个咒语的力量是如此之大，以至于如果你能在每天睡前默默地念诵一遍，它所带来的益处甚至超过了长期坚持素食681天的功德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念诵这个咒语的功德能够以80倍的速度增长。这个咒语的简短性使得它易于记忆和重复，但它所蕴含的力量却是深远和强大的。它不仅仅是一种口头上的念诵，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净化和提升。通过每天的坚持，它能够帮助我们清除内心的杂念，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，让我们更加接近佛菩萨的智慧和慈悲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在生活的洪流中，我们常常面临各种困扰与挑战，琐事的缠绕让人感到无助与疲惫。小雅正是这样一个在职场与家庭压力中挣扎的人，她的生活似乎陷入了无尽的黑暗，四周的重担令她无法喘息。然而，正当她感到绝望时，一丝光明悄然出现。佛教的智慧如一缕清风，轻轻拂过她的心灵。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，我们常常忽视内心的声音，忘记了如何寻找内心的宁静。生活的琐碎与压力让我们迷失方向，仿佛置身于迷雾之中，难以看清前方的道路。然而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，古老而深邃的佛教智慧为我们指引了一条光明的路径。小雅的故事就是一个寻求解脱与内心平静的过程。在经历了种种挑战与困扰后，她偶然发现了一个简单而强大的修行方法——六字大明咒。这句咒语虽短小，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，能在无形中改变人的命运，净化心灵。佛教中关于因果法则的深邃哲理，启发着每一个追寻内心平静的人。通过念诵六字大明咒，小雅逐渐意识到，这不仅是对自我的修行，更是一种对周围世界的积极影响。在他的心中，佛菩萨的智慧与慈悲如同温暖的阳光，穿透了黑暗，点亮了迷惘的道路。小雅的经历或许是许多人共同的写照。在困惑与挣扎的日子里，我们都有过想要逃避现实的念头。然而，唯有面对内心的恐惧与困扰，才能找到真正的解脱。六字大明咒如同一把钥匙，打开了通往宁静与智慧的大门。接下来的故事将揭示小雅如何通过这一简单的修行，逐步走出困境，找到心灵的归属。小雅最近的生活可谓一波三折。每天醒来时，眼前的现实让她感到窒息。工作中，她频频遭遇阻碍，原本简单的任务变得异常复杂，像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高墙。每当她准备向上级汇报进展时，心中便涌起一阵莫名的焦虑，害怕自己无法得到认可，甚至担心被老板指责。
这种心理负担如同一根无形的绳索，紧紧缠绕在他的心头。财务状况的窘迫无疑是另一重压力。他的工资在最近的经济波动中变得微不足道，生活开销逐渐逼近他的底线。每月都在计算如何才能节省更多的费用，却始终感到力不从心。他心中默默祈祷，希望能有一些额外的收入，或者一次意外的好运。然而这些似乎都与他无缘。看着周围的朋友逐渐拥有更好的生活，小雅的心中不免生出一丝嫉妒与失落。更让他苦恼的是身体状况的恶化。最近几个月，他常常感到头痛和疲倦，仿佛整个人被掏空了。即使是在周末，他也无法享受到应有的放松，反而因为无法集中精力而感到更加沮丧。他尝试过喝一些保健品，试图缓解这种无端的身体不适，但收效甚微，反而更加焦虑。家庭关系也变得紧张，原本和睦的家庭气氛如同被阴云笼罩。与父母的沟通变得频繁且尖锐，似乎总是无端地产生争执。每一次争吵后，小雅的心中都感到深深的无奈与失落。她开始怀疑，是否是自己的问题让家庭关系变得如此紧张，难以弥补。亲人之间的误解与争执仿佛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，让他更加孤独。在这些困扰中，小雅隐隐感到，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生活的压力，而更像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影响着她的生活。她在深夜里辗转反侧，心中涌动着一股莫名的焦虑与恐惧。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暗中窥视着他，随时准备吞噬他的平静。这种感觉让他倍感不安，却又无从解释。正是这种无形的压力，驱使着他去寻找一种解脱的方式，也让他对修行的念头愈发坚定。就在小雅陷入困扰与迷茫之际，他偶然间翻阅了一篇关于佛教修行的文章。这篇文章是他在网上浏览时看到的，原本只是一篇普通的分享，却在他心中激起了涟漪。文章中提到的咒语，短小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，让他不禁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心中泛起一丝好奇。他的目光被一个不起眼的句子吸引，佛菩萨开示，这个咒语虽然短，但能量巨大，每天睡前默念一遍，胜过吃素681天，功德居然能增加80倍。这些字句如同闪电一般划过小雅的心灵，点亮了她那沉闷已久的思绪。她想象着，如果真如文章所说，这个咒语能够帮助他缓解心中的烦恼，净化灵魂，那自己所遭遇的困境是否也能因此而有所改变？自小对佛教便心存敬仰的小雅，向来相信修行的力量。他明白，修行不仅是对自我的洗礼，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积极回应。带着几分期待与忐忑，小雅决定尝试这个简单的修行方法。她明白，在她的生活中已经存在太多的负面情绪与困扰，而如果能通过这个咒语来进行改变，那无疑是一次全新的探索。为了进一步了解6字大明咒的意义与背景，
小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，逐渐明白了咒语在佛教中的重要性，以及它所蕴含的深厚哲理。小雅愈发觉得，这不仅是她修行的开始，更是与佛菩萨之间建立联系的契机。当夜，小雅怀着忐忑而又期待的心情，坐在床边，准备开始她的第一次默念。房间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灯光，映照着她微微颤抖的手。她闭上眼睛，屏住呼吸，轻声念出那句俺妈那巴咪欧。这一声声的低语，像是一缕温暖的阳光，穿透了他心中的阴霾。在咒语的念诵中，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，仿佛身心被洗涤了一般。小雅心中不禁涌现出一种希望，她开始相信，这个简单的咒语能够为她的生活带来转机。尽管内心依然对未来充满不确定，但他坚定地知道自己正在踏上改变的道路。也许佛菩萨的慈悲正在悄然关注着他，而这个短小的咒语正是打开他内心平静与力量的钥匙。带着这样的信念，他进入了梦乡，期待着明天会带来新的变化。当小雅再次躺在床上，轻轻地闭上眼睛，心中充满期待与一丝忐忑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，想起在文章中看到的那些字句，她的心中涌起一阵温暖的力量。小雅开始按照心中默念的节奏，轻声朗诵起6字大明咒俺妈那巴咪欧。随着他的念诵，房间里的空气似乎都变得更加温暖，仿佛有一种无形的能量在环绕着他。这句话虽然简单，但在他的嘴边重复却显得如此神圣。每一次的发音都是对心灵的洗涤。他能够感受到一种柔和的光芒逐渐在他的内心深处升起，温暖的感觉如同一缕阳光，穿透了他心灵的阴霾，驱散了那些令人窒息的焦虑与不安。就在这瞬间，小雅感到自己与宇宙的连接似乎在瞬间加强了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安静下来，仿佛只有他与这句咒语在低语。念完咒语后，他的心境显得格外宁静，身体也放松了下来。小雅的眼皮渐渐沉重，没过多久，他便进入了梦乡。这个晚上，他的梦境与以往截然不同。他梦见自己走在一条白雾缭绕的小路上，四周的景象如同一幅静谧的画卷，给人一种无比安详的感觉。他不再感到焦虑，反而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在梦中，远处隐隐约约可见一座寺庙的轮廓，庙宇的上方悬浮着一轮巨大的光环，散发着温暖而神秘的光芒。小雅在小路上漫步，感受到微风轻轻拂过，带来了一种宁静与祥和。她的心中充满了平和，仿佛那些平日困扰她的焦虑、烦恼，甚至梦中出现的诡异感，全部消散不见了。醒来时，小雅睁开眼睛，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她的床上，心中那股长期积压的沉重感似乎也随之消失。她第一次感到在睡梦中得到了真正的放松，整个人仿佛焕然一新。此时的小雅
内心如同一片被洗净的湖泊，波澜不惊，映照着蓝天和白云。这个初次体验让小雅对六字大明咒的信心倍增。她深信，这不仅是一次普通的修行，更是一次自我心灵的觉醒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决定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晚上都坚持默念这个咒语，期待它能在未来的生活中继续发挥神奇的作用，带领她走出困境，拥抱新的生活。小雅知道，这条通往内心宁静的道路才刚刚开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雅在每个夜晚都坚持默念六字大明咒，这成为了她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仿佛是她内心深处的一道光芒，逐渐照亮了她的生活。她发现，随着咒语的念诵，生活中的微小变化悄然发生。虽然一切依旧平静，但那些本来难以解释的阻碍似乎正在逐渐消失。在工作中，小雅逐渐感到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加从容。过去那些令人苦恼的任务，现在变得更加顺利。面对同事和上司时，她的自信心也显著增强，能够更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。每次向老板汇报进展时，他心中不再涌起焦虑，而是带着一种内心的平和与坚定。老板开始对他的提案表示赞赏，这让小雅感到意外的惊喜，也更加坚定了他继续修行的决心。家庭中的气氛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小雅与父母之间的争执减少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理解与关心。她开始主动与家人沟通，分享自己的感受与思考，试图修复那些曾经的裂痕。每当她回到家中，总能感受到温暖的气息，亲人之间的关系愈发融洽。这一切让他的内心更加宁静，也让他明白，修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，更是为了能够以更好的状态回馈家庭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小雅在梦中也感受到了变化。她开始经历一些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梦境，梦中时常显现出新的意义。曾经让他感到压迫的场景，现在却渐渐变得明朗。他梦见自己站在一片广阔的海边，远处的波浪轻轻拍打着岸边，海面上闪烁着无数的光点。在这梦境中，他逐渐意识到，这些光点是一些灵体，它们似乎带着悲伤与怨恨，漂浮在波涛之中。每当他靠近那些光点时，他们仿佛感受到他的存在，朝他发出无声的呼唤。然而，当小雅开始默念六字大明咒时，那些灵体逐渐安静下来，怨气消散，变得温和。这让他意识到，这些灵体很可能是他前世因果的牵连，或是冤亲债主的化身。他开始明白，念诵这个短小的咒语不仅在帮助他自己净化内心，还在无形中为那些徘徊在他身边的灵体带来解脱与安宁。在这段修行的过程中，小雅不仅感受到了一种力量的积累，也在不断的觉醒。她逐渐理解到，自己的生活不仅与个人的努力息息相关，更与深层的因果法则紧密相连。通过默念咒语，她仿佛开启了一扇
通往更高意识的大门，慢慢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。这种力量不仅源于他的努力，更源于对佛教智慧的理解与运用。小雅的内心愈发坚定，她意识到修行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，但只要心中有光，便能穿越重重黑暗。每一次的默念都是一次自我升华与灵魂的进化。他相信，只要坚持下去，最终必能迎来生命的蜕变。他对未来充满期待，明白这条通往宁静与觉醒的道路，正是在不断的修行中逐渐延展。小雅的梦境渐渐变得愈发深邃而富有层次。每晚，当他闭上眼睛，沉浸在六字大明咒的念诵中时，梦境中的灵体开始显现出更为清晰的轮廓。那些曾经漂浮在他梦中的模糊影像，如今变得鲜活而真实，带着悲伤与怨恨的神情，向他发出无声的呼唤。有一晚，他梦见自己再次站在那片海边，周围是汹涌的波涛和闪烁的光点。这一次，他没有感到害怕，反而心中充满了怜悯与同情。小雅走进那些光点，能感觉到他们的情绪波动。那些灵体在水面上摇曳着，似乎在诉说着各自的故事。他的心灵被一种深深的感动所触动，意识到这些灵体并不是要给他带来恐惧，而是希望能够通过他的帮助找到解脱。在这个梦境中，他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联系。小雅试图与这些灵体沟通，虽然语言无法传达，但他心中涌起的慈悲与理解仿佛能够穿透时空。他轻声念出咒语阿玛那巴咪欧，随着念诵的进行，光点的亮度逐渐增强，那些灵体的面容也在慢慢变化。他看到有的灵体因感受到他的慈悲而流下泪水，原本扭曲的面孔在逐渐柔和，怨恨与悲伤似乎在慢慢消散。小雅意识到，念诵这个咒语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内心平静，更是为了那些困在轮回中的灵体。他开始明白，这些灵体可能是他前世因果的牵连，或者是那些与他有着深厚渊源的人们。他的念诵仿佛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门，带来了一丝解脱的希望。梦境中，海面上的波浪轻轻拍打着岸边，宛如时光的流淌。他能感受到灵体们逐渐从痛苦中解脱，融入那温暖的光明。在这种梦境的轮回中，小雅不仅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，也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与轮回的真谛。她不再畏惧那些灵体，而是把它们视为自己生命旅程的一部分。她意识到，自己所经历的一切，无论是痛苦还是快乐，都是与宇宙之间相互交织的因果法则。每一个灵体的解脱，都是他内心深处向光明迈进的一步。随着他不断的修行与念诵，梦境中的灵体逐渐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宁静而祥和的氛围。那些徘徊在他身边的灵体们开始纷纷化为光点，消散在夜空中，带着感激与安宁。小雅的心灵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洗涤，她感受到一种无法言喻的释然与喜悦，仿佛自己不仅在修行，更是在帮助他人走向解脱的道路。
每当他在梦中感受到这些灵体的变化，他的内心便愈加坚定。他知道自己的修行不仅是在为自己积累福德，更是在为那些被困在轮回中的灵魂开辟出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。这样的感悟让小雅更加坚定了继续修行的决心。她渴望通过自己的力量，帮助更多的灵体走出困境，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安宁。在持续的修行与念诵中，小雅的梦境虽愈加宁静，但她也意识到自己必须直面那些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黑暗与恐惧。尽管灵体的数量在减少，但在某个夜晚，他却梦见自己置身于一片黑暗的森林，四周静谧而压抑。他深知梦中的这个场景象征着他内心尚未面对的恐惧与不安。在梦里，他慢慢走进那座破旧的石屋，屋外的阴影仿佛在暗示着某种不祥的存在。他犹豫着，心中满是抗拒与紧张，但他也明白，唯有面对这些情绪，才能真正获得解脱。石屋的门微微打开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吱嘎声。这种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。走进屋内，他发现环境十分阴暗，四周的墙壁布满了岁月的痕迹，只有一面古老的镜子挂在墙上，透出微弱的光。小雅鼓起勇气朝镜子走去，想要看清自己在黑暗中的倒影。然而当他凝视镜子时，映入眼帘的却是几个模糊的身影，他们的面容扭曲，眼中流露出怨恨和痛苦。那一刻，小雅感到无比恐惧，仿佛自己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牢牢束缚，无法动弹。在恐惧的笼罩下，她开始回忆起自己过去的种种经历，曾经的遗憾与不甘如潮水般涌来。她意识到，这些灵体可能是她内心深处未解的怨恨与痛苦的化身。她感到一阵强烈的恐慌，心中不禁涌起逃避的念头。可是在这股恐惧之中，她也明白，唯有直面这些情绪，才能真正走出困境。就在他陷入绝望之际，忽然响起了6字大明咒。小雅屏住呼吸，努力集中注意力，开始在心中默念咒语阿玛那巴咪欧。随着每一个字的念诵，他感受到一股温暖的力量从内心深处涌出，似乎在驱散黑暗与恐惧。他的意识开始变得清晰，黑暗中的灵体仿佛也感受到这股力量，逐渐安静下来，怨恨与痛苦的情绪缓缓退去。随着咒语的念诵，那面古老的镜子开始反射出柔和的光芒，模糊的身影逐渐变得清晰。小雅开始意识到，这些灵体并不是要伤害她，而是渴望得到理解与解脱。她心中的慈悲与怜悯涌动，仿佛在与那些灵体进行无声的沟通。她在心中默默祝愿他们，愿你们早日解脱，获得光明与安宁。黑暗的气息逐渐消散，那些怨灵的面容也随之变得柔和。最终，怨气化为一股温暖的微风，轻轻拂过他的脸颊，所有的恐怖感全都消失。小雅从梦中醒来时，心中充满了宁静与释然。她意识到，
面对黑暗与恐惧，并不是要逃避，而是要用爱与慈悲去包容他们，给予他们解脱的机会。这次梦境的经历让小雅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修行之路。她明白，唯有通过不断地面对内心的黑暗，才能真正获得解脱。在生活中，她也开始更加勇敢地面对各种困难与挑战。她不再回避问题，而是积极寻找解决的办法。每当感到压力与焦虑时，他都会在心中默念咒语，寻求内心的平静与力量。小雅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生了转变，她的内心愈发强大，面对困扰自己的问题，变得更加从容与自信。无论是工作上的挑战，还是家庭中的摩擦，他都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。通过不断的修行与自我反省，小雅明白了，只有直面内心的恐惧，才能在生命的旅途中不断成长，迎接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。小雅的修行逐渐深入，她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反思因果法则的智慧。她明白，因果不仅是佛教教义中的核心，更是她自己生活中真切的体验。每一个选择，每一份善念，每一个行动，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产生回响。通过对因果的理解，他逐渐领悟到自己的生活困境并非偶然，而是与他过往的行为、思维模式紧密相关。在一次与朋友的闲聊中，小雅分享了自己的修行体验。她提到，念诵六字大明咒不仅让她感受到内心的宁静，也帮助她超度了那些在灵界徘徊的灵体。朋友听后似懂非懂地说，因果法则确实存在，但有时候生活中的困扰是我们无法掌控的。小雅微微一笑，心中明白，这正是她想要传达的观点。小雅开始意识到，因果法则的智慧并非单纯的因果关系，而是一个充满了慈悲与智慧的循环。她思索着，自己所经历的每一份痛苦，其实都是对内心深处执念的释放。每当她念诵咒语时，心中的怨恨与恐惧逐渐化为理解与慈悲。她知道，这种转变不仅是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状态，更是在无形中为那些与他有缘的灵体铺设了一条解脱的道路。日复一日的修行中，小雅发现自己的直觉变得越来越敏锐，她能更清晰地感知周围人的情绪与需求。无论是在工作中与同事沟通，还是在家中处理家庭琐事，他都能够以一种更加温和与包容的态度去应对。他明白，这样的变化源自于他对因果的理解。当他以善意去对待他人时，周围的环境也会回馈他同样的善意。渐渐的，小雅开始将因果的智慧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她发现，简单的日常行为也蕴含着深刻的因果关系。比如，她在工作中主动帮助同事，虽然没有直接的回报，但久而久之，她的善行得到了同事们的信任与支持。与此同时，她的工作效率和团队氛围也因此得到了提升。在家庭中，
他学会了用慈悲去包容亲人之间的小摩擦。每当发生争执时，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激动，而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倾听与理解。他意识到，亲人之间的矛盾往往源于彼此的误解，而真诚的沟通与理解能化解这些误会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小雅与家人的关系逐渐得到修复，家庭氛围也变得愈加融洽。小雅的内心在这一过程中愈发宁静。她明白，自己的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失败与成功，只有因果的循环与转变。每一次经历都是一种成长的机会。通过对因果法则的理解，他感受到内心的释放与解脱。这不仅是对自己灵魂的救赎，也是在为那些仍在痛苦中的灵体点亮一盏明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雅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充实而有意义。她的修行不仅帮助她在困境中找到了解脱，更使她成为了他人生活中的一束光。她意识到，因果法则并非束缚，而是生命中最根本的智慧。每当她默念咒语，内心的慈悲与理解便在瞬间绽放，仿佛在提醒着她，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，爱与理解的力量永远会引领她走向光明与解脱。小雅的修行之路渐渐显露出丰硕的成果，生活中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在提醒着她，修行不仅仅是内心的追求，更是生活的真实体现。她开始更加深入地体验到内心的宁静与力量。日复一日的坚持让她的心灵愈发沉稳，从而影响到周围的人和事。在工作中，小雅的表现愈加出色，她的同事们纷纷注意到她的改变，不再是那个容易感到焦虑和沮丧的女孩，而是一个充满自信和正能量的团队成员。每当团队面临困难时，她总是第一个站出来，带领大家寻找解决方案。她的乐观态度和坚定信念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团队的凝聚力也随之增强。一次重要的项目会议上，老板对小雅的提案表示了高度赞赏。他提出的创新思路和务实的执行计划得到了团队的认可和支持。这个曾经困扰他的工作瓶颈，似乎在他修行后自然而然地被打破了。小雅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他个人能力的提升，更是他内心修行带来的深远变化。在家庭中，小雅与家人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过去那些小摩擦和不愉快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彼此之间的理解与支持。小雅主动与父母沟通，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历，也倾听他们的心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学会了感恩，懂得珍惜与亲人之间的每一次互动。家庭的温暖再次回归，让她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幸福。而在灵性上，小雅的进步同样显著。通过不断的念诵六字大明咒，她不仅帮助自己净化了心灵，也在潜移默化中为那些徘徊在她梦中的灵体带来了光明。她的梦境不再是恐惧的源泉，而是变成了连接她与灵界的桥梁。
那些灵体的怨恨与痛苦逐渐消散，他能感受到他们在离开时流露出的感激与安宁。小雅的心灵成长让他愈发意识到，修行的成果并不仅仅是自身的平静与幸福，更多的是对他人生命的影响与改变。他开始主动参与社区的志愿活动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无论是为孤寡老人送餐，还是在儿童教育项目中担任志愿者，他都全心投入，尽己所能地奉献自己的爱与力量。随着他的付出，更多的人被他的善举所感染，逐渐加入到帮助他人的行列中。小雅深知，修行的意义不仅在于个人的解脱，更在于通过自身的改变去激励和帮助他人。在这条道路上，他找到了生活的真正意义。几个月后，小雅站在阳光明媚的窗前，回望自己走过的修行之路，内心充满了感激。那些曾经的困扰、恐惧与不安，都在他的修行与实践中得到了化解。他明白，修行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而是一个不断探索、不断成长的过程。每一次的挑战，每一次的面对，都是对自己心灵的洗礼。小雅的故事让他意识到，修行的成果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就，更是心灵的升华与灵性的觉醒。他将继续在这条光明的道路上前行，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去照亮他人的生命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他依然会在梦中默念咒语，祈愿自己和那些与他有缘的灵体都能早日解脱，走向光明与智慧。小雅在修行的旅程中经历了许多的波折与成长，每一个微小的变化都汇聚成了他生命中巨大的转折，仿佛是在悄然撬动着他命运的杠杆。他深切感受到，佛教中提到的因果法则和慈悲智慧，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，而是深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。他的经历不仅是他个人的成长故事，也是每个人在面对困境时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。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往往让我们感到孤独无助，但正是在这种困境中，我们需要学会反思，找到内心的力量。小雅通过默念6字大明咒，发现了自我内心的宁静与智慧，明白了只有直面内心的恐惧与不安，才能找到解脱之道。在她的故事中，我们看到了一种信念的力量。当我们愿意投入时间去修行、去反思，内心的变化便会影响到周围的人，进而在社会中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。小雅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，也在潜移默化中带动了身边的人。她的坚持和付出，让她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找到了新的自我，获得了更深的理解和宽恕。修行的路上，小雅逐渐领悟到，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追求物质的成功与成就，而是在于为他人带来温暖与希望。她意识到，每一个人都在这条生命的旅途中承担着自己的因果，带着各自的故事。通过彼此的关爱与支持，我们能够在无形中创造出一种更为美好的社会氛围，让生活中的爱与光明不断蔓延。小雅的经历也在提醒着我们，
修行并不是一项孤立的任务，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生活方式。无论是通过日常的善行，还是内心的反思与成长，我们都能为这个世界带来改变。或许正是通过这种普遍的慈悲与善行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生活的深意。在小雅的故事中，六字大明咒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咒语，更是一扇通往内心深处的大门。它让我们重新审视内心，找到最真实的自己。每当我们默念这短短的6字，仿佛是在向宇宙发出一种爱的呼唤，让所有的怨恨与不安逐渐烟消云散。结尾时，小雅站在窗前，微笑着眺望远方，心中充满了宁静与感激。她明白，人生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一种修行，每一次遇见都是一种缘分。她将继续在这条光明的道路上前行，带着对生命的热爱与对他人的关怀，继续传递着那份属于每一个人的善意与温暖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他都会默念那句咒语，愿自己和所有的灵体都能早日解脱，迈向更为美好的未来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